欢迎来到新兴消息频道，请订阅频道，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李沁终于说了参加花少期的原因，网友们直呼就爱听大实话。你还记得上一季的热门综艺《花样旅行》吗？那是全网的焦点，明星们的场面戏和塑料姐妹情让人大呼好戏。可这一季一开始就让人心里犯嘀咕，没了大流量的陈好，少了顶级热度的宋茜，这节目还怎么撑？然而人们万万没想到，节目刚开播，李沁用一个细节就把质疑砸了个稀烂涂不实。她细心递水，默默帮同队队友系鞋带，甚至在毫无镜头的情况下，眼神里都写满了体贴。这是真性情，还是走心人设的新番？节目开篇便引发争议，但越往后看，越发现他的表现比剧本还精彩。都说真人秀是明星的人气决斗场，有些人为了博注意，大搞浮夸戏码，有些人则默默努力，靠真实征服人心。而李沁这位不算一线的女星，却用一种低调的像背景板的方式抢占了舆论 C 位。第一集，其他嘉宾还在忙着拿手机自拍，给前警员拍艺术照，李沁却早早开始干活，把自己定位在最苦最累的位置，是没人愿意站到起点吗？还是后期的镜头分配不够戏剧化？有观众质疑他过于勤快，难免有点刻意。但下一步他又用什么细节反驳这种说法？然而争议才刚开始，网上舆论迅速分成了两派，一部分人夸他是娱乐圈的一股清流，人美心善的典范，另一部分人却酸溜溜地表示，真人秀就是一场戏，别太当真。不过李沁接下来的表现进一步点燃了讨论。这一季花样旅行是一趟纯体力活，明星们结组在山区徒步，李沁所在的小队碰巧接到了最难的玉林线路几十里的山路，不仅的徒步，还要分组通关完成游戏任务。走在队伍最前头的是经验丰富的陈数，事业姐的驾驶稳稳在线，但高强度的行程还是让她黑了脸，出了汗。走在她后头2米的李沁始终不紧不慢地跟着，并把水壶随时递给陈数。事后这段视频翻出时，网友惊呼，这已经不像帮同伴，更像哄孩子一样细致。双引号，不只是徒步中的这些准妈妈行为，回到酒店后的小细节更令人惊叹。小队里最年轻的张雅琪，第一天就因为水土不服掉队，所有人都只顾直播自拍，只有李沁一声不吭地蹲下帮对方把鞋带系好。当大家好不容易回到驻地，嗷嗷叫着累到不行时，李沁跑去泡了2桶热腾腾的方便面，给张雅琪塞了1桶，自己坐在地上呼吸另1桶。这一幕被后期剪辑成了一个专注吃面的特写，配上异形字幕，谁说女明星不肯露出人间真实？双引号。这些镜头一经播出，立刻在社交媒体上炸了锅。最暖队友李沁吃泡面的样子像柯南破案上了微博热搜，有人说她是纯真善良的邻家小姐姐，也有人调侃这演技太逼真，像是记了好几年的台词。可不管你信不信，她确实博得了一波好感。但问题来了，假设这是表演的话，她凭这些就够了吗？所谓真人秀，本质是一场剧本与现实的拉扯。正当网友们被李沁圈粉时，另一种声音悄然而起。这些质疑者指出，仔细看镜头，你会发现很多情节是后期的精心剪辑，这是否也意味着他的一些暖心行为是安排好的？比如那桶及时送出去的泡面，究竟是他赶巧有心，还是节目组设计借花献佛？与此同时，网上掀起了关于真实与人设的讨论。一些综艺老观众表示，每季节目都有这么一个体贴担当，
不禁让人怀疑这是为了弥补李沁在商业流量上弱势的特别安排。甚至有博主扒出节目录制前的宣传片，李沁在采访中表示接真人秀有点忐忑，因为怕演不好。这番话被人截下来后，竟成了反对他的有力证据。明星能靠剧本走通红毯，也能靠演技走完实境综艺。不过冷静下来想一想，难道凡是在综艺上表现不错的，就是在演戏吗？一部分网友替他抱不平，回头看看那些刻意抢功争戏的明星，你怎么不说他们是论剧本抢镜头的好手？双引号。就在大家争论的不可开交时，节目播出了另一段幕后花絮，那是导演随手放上的片段，却成为李沁圈粉的关键证据之一。原来徒步从山上下来时，大家都以为已经完成了任务，各自在终点附近歇脚，而李沁却主动询问工作人员有没有可以捡拾的垃圾，翻过头去捡了一路同行时洒落的塑料瓶。谁看过那双有点顶着黑眼圈的眼睛，也想不到他会为这样的无关镜头折腾自己。这段未剪辑的镜头火了，给网友传递了一个扎实的印象，女孩的确懂得表达，同时也有点捉襟，就像她自己曾说的那样，人设崩她怕啥？至少别崩的就是真心。双引号。然而这一切好像还是不够，矛盾瞬间升级，因为有网友发现，团队合影中他不负责居中，而总是主动退到一侧，社交圈暗学刚刚被挖，他却因此成了反 C 位现象级。然而事情的世俗性总得在粉丝效应里狠狠挣扎一次。当有人喊李沁人间凡人香，另一些人嗤之以鼻地翻出所谓料包，他原想争一线支持。舆论在追明星的一刻，也回到未曾发散分歧的原剧情。2. 花少期组队犹如照妖镜，谁是好人谁自私谁不讨喜，一目了然。花儿与少年同心记以下简称花少期终于到来第2站了。金字塔、卢克索神庙，文明的交融与碰撞让升华了这档旅综的立意。伴随着神秘的埃及文明一同出现在观众视野中的是越来越有团魂的七老同心。眼下节目已经播到第5期，谁是好人谁自私谁不讨喜，一目了然。张晚意接棒导游，龚俊举动圈粉。张晚意在节目中给观众的印象一直是听安排打配合，偶尔一本正经的搞笑。而在拿过导游接力棒后，张晚意责任感爆棚的一面也体现出来，向龚俊学习，写好每天的计划，通知大家，抱着路书从登机到落地一路研究，甚至为了做计划，将自己晕车的问题也抛诸脑后。晕不晕车已经不重要了，少出错才重要，主打一个专注投入。导游工作给张晚意的压力表现得太明显，比如在去卢克索博物馆的路程只有20分钟，而他没核实时间，听了导游的意见，安排9点出发，反倒让大家都空出了40分钟。在出发的路上自责自己缺根弦，但他在压力下比较紧绷的状态，恰好说明了他的重视，想做的尽善尽美。而除了张晚意，有第1站经验的龚俊帮忙不少，和导游对接后续的行程，有龚俊一起确认细节。因为当地餐厅的上菜时间太慢，龚俊提前联系了第2天中午吃饭的中餐厅，以免影响后续的行程。龚俊的帮忙不是主导，就像他在采访中说，需要我的时候我再出面，成为团队中可以兜底的人。这样的旅行搭子很难不让人的安心。李沁放飞自我，张雅琪最强辅助。李沁的情绪稳定让人羡慕，在节目的镜头中越来越松弛，换上金色的头巾和上衣，像是被土豪夺舍，没有一点对女明星形象的顾忌。一股羊肉串味道的口音让龚俊笑得前仰后合，马思纯更是说，你给他衣服镶你身上。李沁能不带一点偶像包袱的开玩笑，
在需要做决定的时候也能站出来发言。晚餐还没上，距离出发参观神庙只有几分钟，李沁先开口提议去神庙，结束后再吃饭。在分房间抽签时抽到自己一人独住的大房间，还提出要和陈数交换，和张雅琪住双人间。旅行中能有独处的空间太难得，但不论是不是人情世故，他能考虑到陈数的生活习惯，想要主动让给他的举动已经很讨喜了。而在节目中存在感没那么强的小妹张雅琪，节目开播前还有一些质疑她的声音，但这几期节目中逐渐能看到她在默默地为团队付出。张晚意在拿到埃及站的经费时透露，马达加斯加站记账的人一直是张雅琪。第5期播出后，张雅琪也在微博上发布了自己在马达加斯加站记录账单明细。作为团队中的最强辅助，观众对张雅琪的印象改观了不少。除了这几位，那英与马思纯自然也不必多说。那英精力旺盛，不论是徒步还是买菜，从不抱怨扫兴。马思纯在节目中的状态也肉眼可见的好。龚俊和张晚意因为安排不妥自责，他都能第一时间发现安慰。埃及站两人成了室友，一起听歌跳舞的场面简直不要太和谐。快节奏吕宗、陈数格格不入。这一季整体的氛围和谐，看得出节目组也在剪辑上刻意淡化细微的冲突，但是陈数在其中仍然显得有些格格不入。花少一直是高强度、快节奏的旅行综艺，而低能量的陈数在节目中相当养生，喝热水、穿羽绒服，几乎与其他人不像在同一个季节。但即使这样，他似乎还是跟不上节目的节奏。虽然总是在说不给其他人添麻烦，但是集体行动中想个扫门前雪并不可能。在徒步时，陈数跟不上，龚俊和李沁也陪着他慢慢走。半路他看到凉亭想要休息，走在前面的几个人也都返回来等他。其他人从稻田回来去厨房帮忙做饭，而陈数因为出汗只能先着急地借电吹风。因为伤风，将房间里的空调拔掉，同住的那英只能去龚俊张晚意的房间蹭空调，自己坐在桌边吃饭看手机。隔壁桌的那跑来赶苍蝇，而陈数全程没什么反应。其他人浮潜归来做晚饭，其他人都在厨房中进进出出，只有陈数的身影几乎没出现在厨房。他的想法似乎总是照顾好自己，也就免于增加负担，但是在团队旅行中，过度的自我关注对比其他人的无私付出，就成为了一种自私利己的行为。不少网友也对陈数的行为表达了不满。他与其他人的格格不入，算不上矛盾，但也明显暴露出了他并不太适合这档节目的调性。但是，也就如陈数所言，我允许你做你，但也请允许你让我做我自己，但是我们要彼此走近。他也在尽可能地融入集体，及时地给予成员鼓励，关心大家的健康。他或许不够有综艺效果，但他也不会将自己的高要求强加在其他人身上。或许在观感上，陈数的一些行为影响了观感，但他本身却谈不上自私。各类性格的碰撞，也是节目组想要呈现的内容。结语：花少期能拿下豆瓣8.2分的高分，足以证明观众对这一季的认可。观众想从吕宗中看到的，无非就是欣赏一下自然人文风光，跟随嘉宾一同沉浸在放松的氛围中，看到不同性格的人在节目中碰撞出激烈的火花。比如在他们发现专注小考得分赢旅行基金，但是却影响了参观体验，张晚意和马思纯、张雅琪一起找导演重新商量小考的形式。在不经意的某个细节中，已经有他们在旅行中磨合出的共识和默契。那么对此你怎么看？